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最近越來越多這個便利商店新品開箱了，我們走得越來越平民了。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是這個全家過年新品，跟它的1月底的剛上的新品。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過年新品比較好吃，還是香菜系列比較好吃？大家知道我們是開箱便利商店，我們就從最便利的開始。我們首先開箱這個過年系列的一個這個御飯糰跟一個這個漢堡。那這個御飯糰是特殊口味，52塊一個，有過年比較常吃的烏魚子。然後這個是雙層鱈魚招財寶，這個看起來這個賣相不太適合過年的時候吃。通常有時候這種東西賣相不好，但是吃起來不錯，會有一種反差感。OK， 我们就來吃吃看。我們先從這個御飯糰下手。原則上吃不出什麼紹興味。然後烏魚子，我覺得前幾天有吃尾牙，然後有吃到烏魚子。這烏魚子的味道感覺是偏淡的，就是跟我們一般吃到那種很鹹的烏魚子感覺也不太一樣，勉勉強強吧。我覺得啊，如果在便利商店做這樣子，我覺得還算可以啦，因為畢竟在便利商店，再加上它好像外面有貼紙是它可以配指定飲料69，還是有點折扣在的。就是你如果配飲料的話，可能有點折扣，勉強可以接受。但我覺得味道上沒有到特別好吃。好，再來我們吃這個雙層鱈魚招財寶，它裡面有2片這個炸鱈魚條。我覺得味道還行，但基本上我會建議大家不如去麥當勞買一個麥香魚。麥當勞的麥香魚好像還比較便宜，而且你從以便利度來說，雖然全家可能還是再便利一點，但基本上麥當勞也沒有很難找，它的味道不如麥當勞，價錢不如麥當勞，所以我覺得我會不推薦大家吃這個。那我們再進入這個正餐的部分，一個是福氣魚四喜開運便當，這個是109塊，然後這個是油飯。蒜乳財運大雞腿油飯，那2個名字都很饒舌。我們要倒吃甘蔗，這個看起來非常可怕，所以我們決定先吃它。還有魚四喜，有哪4喜？我看魚最多只有2個啊，這可能是魚丸嘛？這感覺不太像魚丸哦。哦，它是紅燒獅子頭。這個看起來它是青魚片，所以它的魚四喜是什麼？只有中間這個是魚，然後其他也沒有魚啊。這個魚感覺吃起來是那個燒烤會有的那種，就最低價位就可以吃到那個青魚片，味道還行，就沒有很腥。這我必須說，至少要少個40塊，70差不多。不然這根本沒有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啊。我覺得這個是離譜的東西，你知道為什麼？因為它就是假裝是過年，然後有魚，他用那個魚去抬它的價錢，因為它這個獅子頭感覺也是很小顆的，基本上也值不了多少錢。然後它這個蛋當然不是難吃啊，就是它這個蛋不到半顆，我覺得啦。然後菜也是一點點，就是它的量又少，然後東西又廉價。我覺得這個賣109太離譜了。過年吃到這個已經很不爽。如果我老媽跟我說，你怎麼可以嫌這個不好吃？這個便當要109，我可能會受不了，我可能會當場爆氣。因為你說真的，你假設你那一片魚是很高級的魚，你說你賣109，雖然小片，可是你賣109就算，為什麼它可以賣109？我完全沒辦法理解。就感覺是過年，然後騙你們這些過年的盤子。過年有的時候可能店都沒開嘛，對不對？然後就來便利商店，那有個過年的買一下好了。然後今年就過得特別慘，你知道吧？因為過年的第一天就被騙。這個是雞腿油飯129，不是啊？你看像這個東西，就你說你賣129，可能貴歸貴，可是你不會鬧到那麼不爽，因為畢竟雞腿這個東西還是有個兜底的那個，你知道那個價錢在嘛？他給的也是大隻的。對，你知道便當店這樣一個雞腿，你說你賣50，算合理嘛？對啊，加一些油飯什麼的，你說便利商店可能貴一點，方便嘛，就算了。還不錯，這個味道至少是我覺得是算可以接受的。然后這個雞腿其實老實說也還可以，它肉有點像是那個酥肥雞胸肉的口感，不軟可是也不硬。這129我覺得其實也不算便宜，但至少吃到我覺得可以接受。所以你會覺得貴，你會考慮下一次要不要買，但不會現場就爆氣，那個是會現場爆氣。這賣129我覺得小貴，調味跟內容物上我覺得就是便利商店。方便一點，貴一點，我覺得還能接受。反正過年嘛，對不對？可能店也沒有開，你在這個時間想要吃到東西，對不對？給你加一點價，你會覺得那就算了。那我們這個2個主餐吃完了，我們就再前往下一趴。好，接下來是這個一樣是開運系列的2個麵類的，上面有鮑魚，然後應該是這個燴麵，然後這個是鴻運番茄湯麵。等大家來吃吃看這個有什麼東西。我們先從這個鮑魚燴麵開始。這鮑魚呢？
非常的精緻，只有2小塊。這雖然看起來比1口包還小，味道還蠻夠的。我吃吃看這個麵，它把這個燴麵的這個汁，我不知道是什麼鬼東西，非常詭異，不知道是不是有沙茶還是什麼。好像我在台南那個鱔魚意麵才會吃得到那個味道，甜甜的。它的鮑魚有吸到那個湯嗎？鮑魚還好，因為它那個湯其實蠻甜蠻鹹的。如果湯有進去的話，應該會把鮑魚味道蓋掉。可是它鮑魚是有一點就那個鮑魚味，而且沒有到腥腥臭臭的。鮑魚的品質還可以，問題就是太少。這基本上就是那鮑魚就是拿來給你好看的，它只有2小顆，然後其他全部都是麵跟那個湯。原則上你可以稱之它為燴麵而已，然後一個燴麵要99塊，對半折我可能會考慮買看。它這次的東西有一些都是超少、超廉價，然後賣價超級貴，跟之前 Costco 那個飯一樣。Costco 那個滷肉飯不是99嗎？然後過一陣子它就變成那個控肉飯。再來是這個什麼鴻運番茄湯麵，先看一下它的主餐是什麼。這個看起來是雞肉，先試看，確定它是不是雞肉？我比如說硬要評的話，我覺得這個比較好吃，這個至少比這個有誠意，而它雞肉也有個3、4塊吧，湯其實也還不錯，它那個番茄蠻酸蠻濃郁的，吃起來有點醬味啊，番茄醬的那種，但是至少味道上是我覺得是吃起來比較舒服。因為我們現在開運系列已經吃完了，假設整個開運系列吃下來的話，我只會推那個油飯這個系列，我覺得非常有過年的感覺。因為我之前也是吃便利商店嘛，然後我們前幾集還有開箱過便利商店的東西。我說真的，這99塊絕對不可能長這個樣子。像它那個什麼咖喱飯，就是飯量也夠，然後咖喱味也不錯，然後也才賣79、89之類的。這個跟那個東西比起來，就是 CP 值非常低，只有那個油飯勉勉強強可以。它的開運系列有一個額外的活動，它可以登錄，可以抽獎，最高獎金有10萬的黄金。那就很明顯啊，就是成本就加在那啊。不，因為這個東西，我說真的，你講有那個活動的話，就是勉強你還理得清它的邏輯，反正就是它那個活動獎品的那個成本就灌在這上面。那比較合理。我說這個光這個東西賣99塊，真的沒人會吃啊。好，那我們最後還有這個香菜系列的香菜蝦卷65塊，這個是辣味香菜雞肉 pasta 意大利麵。我們先來吃這個好了，這個可能味道比較淡一點。先吃這個蝦卷，它那皮是什麼味道？特別說沒什麼特別味道，它的味道比較淡。它其實吃起來跟那個烤鴨的卷餅皮蠻像的，它是甜菜跟餅皮，但其實你吃不出什麼餅皮的味道，麵粉的香味比較重。我覺得這個跟那個很像，跟 Costco 的凱撒雞肉卷還是什麼的那個味道其實蠻像的。但我覺得還不錯，雖然它的蝦有點少，但我覺得它這個味道還不錯。就它好像是香菜配一些什麼洋蔥什麼的。不喜歡吃菜可能不喜歡，它有點像是粵式卷餅的那種感覺，因為通常墨西哥卷餅它的皮比較硬，它有點像粵式卷餅。粵式卷餅它裡面通常都卷一些菜，它這個比較卷一些醬，辣醬，我覺得還不錯吃。因為它雖然說有蝦，可是它蝦味其實沒有很重，吃起來比較像生菜沙拉感覺。價位65塊2個，小貴一點，小貴一點。因為它的那個一般的那種手卷，它裡面可能還有一些鮪魚啊，或者是什麼蟹味棒什麼的，好像也沒那麼貴。那我覺得是可以。而且它香菜味，老實說也沒那麼足。不喜歡吃太重的香菜味的話，它再可以接受。但如果你是為了香菜來吃的話，感覺就是有點不太行。它的那個醬味跟洋蔥味會把香菜味蓋掉，就是它的主角就不是香菜。再來，我們來吃一下這個辣味香菜雞肉。哇，它那個醬香菜味蠻重，蠻夠的。我看這個醬很香菜，不知道拿多少香菜下去攪。最喜歡吃香菜可以去試試看，這個是香菜味就很夠。下面那個拌麵的那個醬都是香菜味。這多少錢？99。好啦，畢竟今天是一起開箱嘛，這個99一定比剛剛那個99划算很多。就算它雞肉，我覺得也是偏少啦，就是只有4塊。它的整體感覺至少比剛剛的至少好1倍。剛剛那個就是你不知道它用的什麼，為什麼可以賣99？這個就是它雖然東西也是少少的，它至少該有的主題有出來。畢竟香菜很貴嘛，但雖然我不知道它用的是哪裡的香菜，
這一碗賣99，我覺得小貴，但是我可以接受。而且老實說，這2個其實都比剛剛的東西都好吃。OK， 那我們今天這個開箱就結束了。那今天這個開箱有個好處，因為呢，我們找了2種不一樣。最後我們吃的香菜系列，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事，就是香菜系列的99跟這個春節系列99價錢是一樣，但是很明顯它是有一個落差在。我們剛剛也跟大家講那個落差在什麼地方。這個春節系列你吃了有抽獎，這樣講好了，要吃一定是吃香菜系列，因為 CP 值就是比較好。那如果假設你就是反正春節有人想要博個彩頭，對不對？或者你就叫你選這個，就這個油飯吃了你不會拐虧，這些吃了你會拐虧，就是你還沒抽獎的時候你已經爆氣了，就說這什麼大便，你知道嗎？這個至少反正你就是貴一點嘛，貴出來錢去買一張那個刮刮樂的話，我覺得這個比較是不會生氣，這個也還可以，就勉強啦。不喜歡或不能吃油飯的話，你可以買一下這個。我如果全部吃完啦，這個我不會建議大家去嘗試，但是你想嘗試的話，真的勉勉強强及格邊緣還可以，因為它沒有什麼怪味，然後有一點淡淡的烏魚子味，沒有差的這麼離譜。就是今天吃起來，就是你很明顯可以感覺到香菜一定是大於這個開運。這個開運很像什麼，你知道嗎？哎，最近快過年了，我們來弄個過年的主題，然後就趕快把那個企劃丟給下面的人說，哎，你們去想辦法弄一個出來。這感覺就是離譜跟非常離譜。那這一集就到這邊結束。如果大家有什麼想看的，哪一天路過便利商店有沒有看到什麼新品呢？可是你又不想要當那個白老鼠去實驗的話，可以在下面留言。那我們有看到的話呢，就會幫大家開箱一下。OK，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，謝謝大家收看，那我們就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